好，歡迎來到少主力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百威新出的這一款隱匿大黃蜂。紙品一張拉頁說明書，彩照的部分变形指示還算詳細。武器一根臂炮。 炮筒子直接套在手裡邊，還有一個替換的戰鬥面具头雕。我們來看車型的效果，包裹的程度還是可以的。百威啊，你別看它便宜，模具的精度啥的沒啥太大的問題。推車滾動也是很絲滑的。輪子是塑料的輪胎，但是輪毂有上涂裝，包括後邊這裡的剎車燈、前方這些條紋、玻璃這些地方都是透明的零件。还行吧，车型挺工整的。底盘来看，大黄蜂就团在这里了。倒是整体车身的表面并没有做成这种亮闪闪的感觉啊，像是那种哑光的磨砂面。车门侧面下方有一个倒钩，接着后方的这半拉窗户，抠开这个角，上边这里还扣着一个边缘的玻璃，把这个边缘拉出来，翻折90度，注意这一块的倒角位置，然后往前拉一下车灯的这两块。 把侧面的轮子再向後翻折90度，中間這裡是有一個插扣連接的，把它扣鬆。側面這裡有兩個小的翻板，注意根部這裡是雙段關節，我們把它立起來。翻到底盤，兩個胳膊和中間的部位連接的插位打鬆，中間的棍子稍微的拉開，扣着頂蓋往後翻，前方的這一塊往前折疊，打開這個蓋子。 腦袋稍微的打橫一點點，就可以讓過來了。轉正，胳膊肘下方的連桿轉上來，跟前方這裡有一個圈對準了，套住。另外一邊也是拉上來，跟這個圈套上去。上半身，胳膊調整一下角度，上半身我們搞定。車頂裡邊這裡往開翻，這一塊打開，後方有一個插樁的位置，連接到車頂下方的這個插孔。 90度翻下來折疊，卡住，哎，這塊的變形結構就不一樣了。把它放上來，然後左右再卡住，這個邊緣插緊，讓胸口起到一個很好的層次感。而且這一塊的塗裝面做得很漂亮嘛。左右打開插扣連接的位置，在襠部下方這裡的銀色零件，先把它拖出來，然後整個的撥開。 後方這裡還有一個小蓋子，把它立起來，順着中間的腰部關節，我們讓開旋轉180度。後方脊椎的這個小板子有一個倒鈎，跟這個凹槽掛一下，把它鎖上去。哎，這個樣子疊放過來，褲襠中間的這塊銀色零件再鎖上去。哎，腰身也就做出來了。腿部這一塊的變形設計改完之後也挺有感覺的。首先裡邊的這塊小腿甲，我們先掰開一點方向。 接着順着外側這裡，中間有一條插縫，把這裡掰鬆，拉開。它上下這裡是2層的套合，我們直接摳着外邊的這裡，連同下方的腳丫子往開摳，整個的旋轉，打到一定幅度之後，讓出來這裡邊的一個側面開口的球形關節，把這一邊鎖上去扣住，下方這裡等於180度的延展打開，放平掉，這邊板子包過來。 腳踝下方中間的這個軸是一個合金的零件，我們把它轉出來，然後裡邊立起來一個造型的小零件。哎，整個的雙關節往下拉的同時，再翻轉180度，卡到這一邊來。上方這塊小腿板旋轉方向，把它扣住，擺在這兒。這條腿基本差不多了。上方的側裙甲擺過來。 順着這一塊的關節擰個180度，最後前方的機蓋往下翻折，在這裡背後也算是增加了一些花紋的細節。再調整小臂的這塊裝甲，把它稍微的拉開，讓整個的小臂膨脹起來。 哎，那麼好，這款隱匿的大黃蜂就變形完成了。其實整體觀感下來啊，這個模具的底子雖然說是基於 SS 啊，但是有一些結構重新設計完以後，甚至你多多少少還能看到一些 MPM 的感覺在裡邊啊。在一個不大的尺寸上面，這個變形結構可以說
做的还是挺有味道，我尤其挺喜欢胸口的这一块形状的转换，以及背后的这些零件的折盖，锁的还是比较稳定的。变成人形高度在16公分左右，腿部也并没有像之前老版本那个空空的那种感觉啊，只是几个装甲片叠放起来的。为了配重，在这个位置还增加了合金的关节，也是为了增加它的强度。不仅这个轮子外边的轮毂有涂装，变成人形的翅膀内侧这里也涂了一个银边，看起来也是挺有质感的。但是多少還能看到這個螺絲孔就有點出戲了。套這個武器的時候，其實只需要把手跟這樣捏起來，順着這個窟窿插進去就行。扣進去其實還是挺結實的。而且這些國產廠家最大的一個優點就是捨得用漆。表面的這些紋理刻畫細節啊，它在一些板件的注塑時候啊，在一些雕刻的位置上面就已經做得很細緻了。增加了一些塗裝面以後，尤其胸口這一塊還點綴了一點點的紅色，讓質感更加的增強一些。再加上這個頭雕的開模精度也可以，並不會很肉的那種缺失細節。這個骷髏臉兒倒是有做出來那感覺了。總的來說，我個人的感覺，百威這一次的隱匿風做的還是挺成功的。料子方面也是百威家那個統一的料子，偏軟的材質，但是變形把玩還有你正常的站立，問題應該是不大的。腳踝的這個軸，有的時候可能會因為螺絲孔鬆脫了，用改錐得稍微擰一下。不過360度旋轉，這條腿包裹的效果也是非常漂亮的，甚至在這些蓋板的位置也增加了一些花紋的刻畫。大腿內側這個就是明顯的偷焦了。後背這裡用前機蓋翻折下來，擺出來背後的這個花紋，想法也是非常不錯的，而且這個刻線很好看。百威出品，這個品牌就代表了很有性價比，而且據聽說這個原來的設計好像是 B 站的某位大佬的，百威這邊可能也是跟人家買下來了這個原始設計之後啊，自己量產化出來。所以這一次的大黃蜂可以說算是一個半原創的第三方產品，也毫不為過。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的百威新的隱匿風做得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